心为法本，心遵心使，忠心念善，即言即行，福庆自随。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我们常说种善因，对善果，将一生的精力投入到行善积德之中，期盼能为自己和家人积累福报。然而，您是否曾扪心自问，我所行的善，其背后的那颗心究竟是怎样的？倘若发心不纯，那些看似光鲜的善举，是否真能引领我们走向安乐与解脱，亦或竟在不经意间为我们埋下了未来苦果的种子，让我们以为的功德林变成了业障山？今日，让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揭开这层被忽略的业力迷雾。如果您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让我们一同在佛法的智慧海洋中探索前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善人张居士说起。张居士年轻时家境贫寒，饱尝人间疾苦，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聪明才智，他在中年时期事业有成，积累了巨额财富。回首往昔的艰辛，张居士暗自立誓，要以自己的财富行善积德，改变命运，荫泽子孙。从那时起，张居士的善举遍布四方。他捐资修建了7座寺庙，铺设了数十条乡间道路，建造了无数座桥梁，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子。每到灾年，他的粮仓总是第一个向灾民开放。每逢节日，他的府邸必定宴请孤寡老人，乡里乡亲都亲切地称他为活菩萨，县志中也记载了他的善行义举。然而，锦衣玉食、美名远扬的背后，张居士内心却常年被莫名的焦虑与不安所困扰。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思索：我做了这么多善事，为何心中还是空落落的？为何总感觉有什么事情没做得对？这种感觉如影随形，让他难以安眠。更令人不解的是，随着年岁渐长，张居士的境遇却急转直下。先是几笔大生意接连失败，损失惨重。接着，他最疼爱的长子迷恋赌博，挥霍无度；小女儿嫁入豪门后，竟与他断绝了来往。最后，他自己也患上了顽疾，日夜煎熬。病榻之上的张居士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生行善，广种福田，为何落得如此下场？难道佛陀所说的因果报应只是虚妄之言？那些年的布施、救济、修桥铺路，究竟有何意义？带着满腹疑惑与不甘，张居士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一座偏远的古刹。这里住着一位据说已修行数十载的高僧。张居士跪在蒲团上，泪流满面地向高僧诉说自己的困惑：师父，弟子一生行善无数，为何晚景凄凉至此？是佛法有误，还是因果不存？高僧闭目静坐，良久才缓缓睁开双眼。他的目光如炬，似乎能洞穿人心最深处的秘密。老居士，你一生行善，功不唐捐。然贫僧有疑问，还请如实作答。张居士恭敬地低下头，请师父明示。你在每一次慷慨解囊，每一次广种福田之时，心中所求究竟为何？这句看似平淡的问话，却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张居士长久以来固化的认知。他愕然抬头，对上高僧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突然感到一阵心慌。是啊，我行善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是真心怜悯众生的苦难，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与来世福报？我那些看似光鲜的善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期待与算计？在这一刻，张居士忽然明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焦虑从何而来。但他还不知道，高僧接下来的开示将彻底颠覆他对善行的理解，揭开业力运作的玄机。那么，高僧究竟看透了张居士行善背后的什么秘密？他的善行为何会变质？回到那古老的寺庙中，张居士的质问还在殿堂间回荡。
高僧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眸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缓缓开口，声音如暮鼓晨钟，震撼人心。老居士，您一生行善，功不唐捐，但贫僧敢问一句，您在每一次慷慨解囊，每一次广种福田之时，心中所求究竟为何？这句看似平淡的问话，却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张居士长久以来固化的认知。他一时语塞，额头冒汗，双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师父，我自然是为了积累福德，趋吉避凶，保佑家业兴旺，子孙平安。这有何不妥？高僧微微摇头，目光如炬地注视着张居士的内心。您捐建第一座桥时，是否期盼着相邻的赞誉与石碑上镌刻的功名？您施舍钱粮时，是否暗自比较，看自己的善款是否超过了城中的其他富户？您供养三宝时，是否更多的是为了求得佛菩萨保佑您生意兴隆，阖家平安，而非纯然的敬信与悲悯？每一个问题都如同锋利的箭矢，精准地射中张居士心中最隐秘的角落。他的脸色由红转白，额头的汗珠滚滚而下。恍然间，那些被他视为荣耀的善行，似乎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高僧继续道：老居士，您的善行中夹杂了太多的我所执对我的名声、我的福报的强烈执着。每当您的名字被人称颂，每当功德碑上刻下您的大名，您心中可曾升起一丝欢喜与自满？张居士低下了头，无言以对。是的，那种被众人敬仰的感觉，那种胜过他人的优越感，那种被称为活菩萨时的喜悦，他怎能说没有呢？您周济贫苦时，心中是否曾闪过一丝我能施予，尔等受之的优越感？是否曾在他人未能如您所愿那般感恩戴德时，心生不快？这些细微的念头如同尘埃，蒙蔽了您善行的光芒。张居士的心如遭雷击，那些被他刻意忽略的微妙心念，此刻全都浮现在眼前。他想起那次，当一位受助的贫民未对他做出预期的感激时，他心中那一闪而过的不悦。他想起自己每次布施后，总要确保有人看见，有人知晓。他甚至回想起自己曾暗自庆幸同城另一位富商的布施规模不如自己的宏大。佛陀曾教导我们，心净则国土净。一颗纯净无染的心，哪怕只是供养一朵野花，其功德亦不可思议。反之，若心有尘垢，纵使建造七宝楼阁，其福德亦难圆满。您所追求的是世间的有漏福报，还是出世间的无漏功德？高僧的声音如同清澈的山泉，洗涤着张居士浑浊的心灵。修行不发菩提心，犹如耕田不下种。您的善行虽然形式上是在种福田，但心中若充满了名利之念、比较之心、优越之感，这些都是贪嗔痴的变相表现，是染污您善业的毒素。张居士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师父明鉴，弟子愚痴，一直以为积累的是功德，原来竟是在不知不觉中种下了烦恼的种子。高僧慈悲地看着他，善与恶不仅仅在于行为的外相，更在于心念的本质。一念善心起，虽无行为，功德已然升起；一念恶心动，纵未付诸行动，业种已然种下。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中自净其意，正是一切修行的关键所在。张居士恍然大悟，多年的疑惑如冰雪消融。原来他所谓的善行，因为掺杂了太多的自我中心和世俗欲望，其光明已然减弱，反而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染污业。这就是为何晚年灾祸连连的原因啊！他深深叩首，师父一言，令弟子茅塞顿开。原来我一生自诩行善，实则多为一己私欲，玷污了善行的纯洁。弟子愚钝，今日方知发心二字重如泰山。弟子知错了，弟子忏悔。这一刻，缠绕他多年的焦虑似乎也随之减轻了许多。高僧欣慰地点点头，
但随即又露出深思的神情。老居士已经明白了发心的重要性，但您可知善行的最高境界并非止于此。当我们谈及有漏福报与染污业时，实际上还有一种更为殊胜的业力形态，那就是能断除轮回，引领我们走向究竟解脱的无漏功德。您可知如何才能积累这样的无上功德？高僧慈眉善目，看着面前悔恨交加的张居士，轻声道：“老居士，让我为您揭开业力流转的玄机。您所积累的多是有漏福报。何为有漏福报？就像在沙滩上建造高楼，虽然一时壮观，却根基不稳，难以抵挡风浪侵蚀。这类福报或能让您此生享受富贵，或能赶得来世人天小果，但终究有享尽之时。”张居士听得一愣，忍不住问道：“师父，何为有漏与无漏之分？”有漏是指夹杂着烦恼泄漏的，如同一个盛水的容器，底部有了裂缝，再多的水也会慢慢流失。您的善行中夹杂着名利之求、攀比之心、自我标榜之念，这些都是漏啊。高僧拈起一片落叶，轻轻放在案几上，继续道：“比如您捐建寺院时，内心深处是否暗自期盼寺院中立下您的功德碑，让后人瞻仰？您施舍钱财时，是否会在意旁人是否知晓您的善举？这些都使您的福报成为有漏之福。有漏福报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善果，如财富、名誉、健康，但这些福报会随着时间耗尽，且不能使人究竟解脱，仍在六道轮回之中。就像饮鸩止渴，暂时解渴，却埋下祸根。”张居士的脸色变得苍白，颤抖着问：“那我一生所行的善，难道都是徒劳无功吗？”“非也，非也。”高僧摇头：“您的善行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因为发心不纯，才导致了染污业的形成。”“什么是染污业？”张居士急切地问。“染污业是指那些看似善良的行为中，因不纯的发心而埋下的恶因。就像您在行善时，若心存傲慢，便种下了轻视他人的恶因；若与人攀比，便滋长了极度好胜的烦恼。这些不善的心念，如同在甘美的果实中注入了微毒，虽不夺其甜，却使其难以消化，甚至引发后患。”高僧的目光如炬，直视张居士的双眼。“您可曾记得10年前那位贫困的老农求助，您当众给予了丰厚的资助，却在心底轻视他不会持家？5年前那位年轻的学子得到您的资助后，您是否暗自期待他日后必定回报于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念头，都在您的善业中种下了染污的种子。业果的复杂性，远非世人想象的简单一善对一报。您的善行确实积累了福德，但同时，这些夹杂着的不净心念也在悄然生根发芽，待因缘会遇时，便一同显现。您晚年的不顺，正是这些染污业逐渐成熟的体现。”张居士如遭雷击，终于明白了自己晚景凄凉的根源。他老泪纵横，服的叩拜，师父一言，令弟子茅塞顿开。原来我一生自诩行善，实则多为一己私欲，玷污了善行的纯洁。弟子愚钝，今日方知发心2字重如泰山。弟子知错了，弟子忏悔。高僧慈悲地看着他：“老居士，过去已矣，未来可期。佛法讲求忏悔，忏其前愆，悔其后过。您今日能有此领悟，实乃善根深厚。从今往后，若能以清净心行善，无有所求，不住名相，不计回报，您的业力将逐渐转变，福德也将真实不虚。业力如影随形，不昧因果。您今日所遭之苦，乃是自身业力的显现，并非佛法有备，反而证明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只是业果的展现往往错综复杂，非凡夫肉眼所能尽窥。”张居士擦干泪水，心中豁然开朗。他明白了，真正的善行不在表象，而在内心；不在数量，
而在质量；不在他人眼中的评价，而在自己发心的纯净。这一刻，缠绕他多年的焦虑与不安，似乎也随之减轻了许多。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仿佛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但张居士心中还有疑惑，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清净无染的善行？如何才能确保我们的善举不再被自己的私心所污染？在高僧的开示下，张居士如同被一道光芒照亮了黑暗已久的心房。他长久以来的疑惑终于解开，原来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善行，竟因发心不纯而大打折扣。高僧慈悲地望着张居士，继续开示道：真正的善源于一颗无我之心，如春雨润物，不求滋养自身，唯愿万物生长，不着相不施，不分别你我，方是菩萨行。张居士双手合十，恭敬地问道：师父，我该如何改变呢？如何才能使我的善行真正清净无染？高僧微笑道：老居士，过往已逝，未来可追。从今往后，每一次善念升起，每一次善行将举，不妨先停一停，问问自己的心，此举为谁？为此求何？若能时时关照，日日省察，如是明镜，尘垢自除。譬如当你看见路边的乞者，若是真心怜悯其苦，不问回报，不计名声，只是单纯的希望减轻他人痛苦，这便是清净的发心。又如当你供养三宝，若不求福报，不求保佑，只是因为对佛法升起恭敬心、感恩心，这同样是无染的善行。张居士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弟子过去行善，总是心系结果，希望能得到名声、回报或福报，难怪功德不圆满。高僧点点头，当行善不再是为了积累功德，不再是为了逃避恶报，而仅仅是因为慈悲本性的流露，那时您所行的每一件事，无论大小，皆是无上功德。这便是从有心为善走向无心合道的境界。就像水流入大海，不再有河川的分别，如同阳光普照大地，不问照耀何物，这才是与道相应的善行。张居士静静地聆听着，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与喜悦。高僧又说，修行路上不必急于求成，可从小事做起，今日帮助一人，明日安慰一心，点滴行持，培养那颗不求回报的慈悲心。随缘随分，不执着于善行的大小，不计较功德的多寡，如此日积月累，自然功不唐捐。张居士双目湿润，师父教诲，弟子铭记于心。从今往后，我会时刻关照自心，不为功德而行善，不为名利而不施，只随慈悲之心自然流露。高僧欣慰地微笑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记住，善行的真谛在于心，而非形式。当您真正领悟这一点，您的每一个善念，每一次微笑，都将成为无量功德的源泉。诸位菩萨，张居士的故事或许也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某些被忽略的角落。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行善积德本身是值得赞叹的，但佛法更深远的智慧在于提醒我们要时刻关照这颗善变的心。真正的功德不在于外在行为的多少与大小，而在于内在发心的纯净与无私。每一次施舍，每一次供养，每一次善行，若能带着一颗清澈无染的心去完成，那么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善，也能结出丰硕的善果。相反，若心浊意乱，即使建造金碧辉煌的寺庙，也难逃业力的牵引。愿我们都能在每一次善举中注入清澈的慈悲与智慧，让善行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结出究竟解脱的善果。那么，您在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感悟或困惑呢？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持一颗纯净的行善之心？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想法和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阿弥陀佛。